2024年1月29号，马斯克发推表示，自己旗下的脑机接口公司 Neuralink 已经于1月28日完成了首例人类患者脑机接口植入，目前患者状态恢复良好。颇有前景的神经元脉冲风电位探测展现了它的初步成果。根据后来透露出来的消息，整个手术的过程是通过一台大型机器人来完成的。手术中，患者需要接受开颅，然后由机器人将一种被称为 Link 的脑芯片植入患者的大脑。在芯片上有上千根微型电极将与大脑神经元连接，并且通过蓝牙和诸如手机或者电脑之类的设备进行连接，从而记录或者参与调控神经元的活动，实现通过意志控制电脑设备的目的。这些芯片甚至能够通过无线进行充电，这将大大的方便芯片的使用。所有这些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科幻小说里才有的桥段？但是相信很多朋友在收到这个消息之后都产生了这样的担心。大脑和计算机能够直接连接，计算机能够读取人们的思想。如果这种技术发展起来，到最后我们会不会像三体人那样成为思想透明的人，再也没有什么隐私可言了呢？或者最终我们会不会像电影《骇客帝国》里那样，成为生活在 Matrix 提供的虚假世界里的个体呢？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脑机接口这个话题。不过在此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回到新闻话题吧。在马斯克旗下，不仅有特斯拉、SpaceX、推特，还有像 Neuralink 这样的脑机接口公司。这个公司成立于2016年，自成立以来 Neuralink 一直在招募学术界顶尖的神经科学家参与脑机接口设备的研发。现在 Neuralink 的估值已经超过了50亿美元。2023年5月， Neuralink 宣布已经获得美国 FDA 批准，将开展首次人体临床研究。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使用机器人通过手术，将脑机接口植入物植入大脑中控制移动意识的区域，使人们能够利用思想控制计算机的光标或者键盘。这就有了节目一开始脑机接口植入的实验。这次接受实验的患者是一名29岁的男性，名叫诺兰德·阿伯。在8年前的一次潜水事故中，阿伯的颈椎间盘突出并压迫了神经，导致他肩膀以下瘫痪了。根据财新3月22号的报道，现在阿伯身体状况良好，并且已经能够通过想象来移动光标，他甚至能够通过想象利用笔记本电脑来下国际象棋了。3月23日，阿伯成功的用意念在推特上发布了手术后的首条动态，马斯克还对这条推文进行了转发。事实上 Neuralink 的研究不仅包括了意识的输出部分，还包括了外界向大脑的信息输入。记得去年就有一条报道，澳洲知名的科技媒体人 Marcus House 曾经发推求助，他14岁的大儿子亚历克斯患有视网膜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罕见的眼病，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已经达到了法定的盲人标准。对此，马斯克发推文回应， Neuralink 正在研发一种视觉芯片，预计几年之后就能完成，在帮助那些失去了身体与大脑连接的人实现与手机或者电脑的信息连接之后，这是我们下一个研究的领域。看到这儿，我就不由得想起了美国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在第一次踏上月球的时候说的那句话，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脑机接口实验无疑为人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它对人类的影响可能远超载人登月。虽然不管是马斯克还是 Neuralink 都反复声称脑机接口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那些身障者，使他们恢复身体的机能。就比如这次实验，脑机芯片能够帮助患者控制电脑，以后它还会帮助他控制各种假肢，这样他们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进行各种操作了。但是事实往往并不像它的初创者设想的那么简单。一项技术一旦被带入这个世界，并且被广泛的应用，这项技术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的发展就不是初创者所能控制的了。脑机接口技术是从了解大脑开始的，首先要搞清大脑的各种机能，然后就是数据读取了。这就是获得大脑中和意识相关的各种数据信息。这些信息可能体现为电压变化、电流变化、电阻变化，也可能是其他到现在还没有发现的参数变化。这些信号代表的信息是多种多样的，它可能是大脑用于控制各种肢体动作的。这种信号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输出信号，它也有可能是我们的感官流向大脑的信号，就比如看见的美景、听到的音乐、闻到的花香。这种信号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输入信号。它还可能是大脑不同区域之间传递信息的信号，就比如告诉自己要沉稳一点。这种信号我们可以把它归类为中间信号。我们现在知道，大脑不同的区域管理的功能是不同的，有的区域主管视觉，有的区域主管听觉，有的区域主管嗅觉，还有的区域主管上肢和下肢的动作。从这次实验来看， Neuralink 目前的解决方法还处于针对特定的目的，在大脑特定的区域植入芯片的阶段。根据他们自己公布的信息， Link 芯片能够增加我们与大脑视觉皮层、听觉皮层、触觉皮层和运动皮层的连接。它能够帮助治疗瘫痪、帕金森、癫痫各种神经系统疾病，还能够拓展我们与自己、他人以及这个世界的互动方式。Neuralink 的这些信息表示，在大脑数据的读取方面，他们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以及对大脑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人们能够从大脑中读取越来越多的信息。更有甚者， Neuralink 已经不满足于对大脑信息的读取，他们已经开始了对脊髓神经数据读取的研究。在未来，这种神经数据读取方面的研究还会向着神经系统的更末端进一步发展。如果这种发展不被受到限制，最终一定会到所有神经系统的末端。这也就意味着最终所有的神经系统数据都将会被读取。神经数据被读取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对这些数据进行解码了。每一个数据代表什么含义，这只能通过大量的试验来进行解码。就像破解密码一样，只要拥有了足够的子样，这些数据最终是一定会被解码的。不过在这一环节，更关键的是，不同的人的同一类型数据所代表的含义是否存在着差异性。如果这种差异性存在，脑机接口的计算机端又将如何适应，并做出差异化的解码？这恐怕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应该不太难，毕竟现在 AI 翻译已经能够完全适应不同口音的差异了，用在脑数据解码上，解决问题的思路应该是一样的。到这儿，我们不禁会问，如果技术真的走到了这一步，这时那些安装了脑机接口的人会不会像三体人那样成为思想透明的人呢？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如果技术真的走到了这一步，能不能成为三体人，就只能期待法律和个人意志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并且被严格实施的法律对这种技术发展和实施做出限制，如果所有的人都自觉或者被迫的接受将这种接口安装在自己的神经系统上，那么所有的人成为三体人就一定是一种必然。可悲的是，到那个时候，思考可能真的会成为一种犯罪行为。看到这儿，有的观众朋友会不会已经开始觉得沮丧或者不安了？不要着急，更可怕的其实还在后头。大家还记得小说《三体》中的思想钢印吗？是的，就是那个顶着必胜的名义，将必败的信念强制灌输到人民的意识里的思想钢印。脑机接口技术是有可能发展到这一步的。还记得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提到的那个澳洲媒体人14岁的大儿子吗？他的双眼几乎完全失明。对此，马斯克在答复中提到， Neuralink 正在研发一种视觉芯片。这就是说，脑机接口不仅可以读取神经系统的信息，它还将具有向神经系统写入信息的能力。
看到这儿，朋友们会不会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能够向神经系统写入信息，那么我们不是可能被并不存在的虚假信息所包围了吗？然而事实远不止于此，要比这个恐怖得多。到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必要向你输入虚假的感官信息了，直接在大脑不同区域间的信息上做文章就可以了。我记得老范在他的节目里就曾经多次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个患者大脑中连接左右半脑的脑桥受损，导致左右半脑无法进行通信。当这名患者被问及想做什么职业的时候，他嘴里回答的是职业 A， 而他手中写出的却是职业 B。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大脑中控制手和发声的部分分别位于大脑的两个不同半脑，在脑桥通讯不畅的情况下，左右半脑分别控制自己的执行机构，也就是手和嘴，做出了相互独立的回答。如果脑机接口可以对神经系统写入信息，拥有权利的人只需要直接将所需的信息输入脑桥，再经由脑桥将这个信息分发给左右半脑去执行就可以了。节目做到这儿，我已经有点说不下去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脑机接口这件事儿保留一点关注度，同时大家也一定要明白，脑机接口问题绝不简简单单是个技术问题，从本质上讲，脑机接口是个法律学问题，是个道德问题，是个社会学问题，也是个哲学问题。要解决它，也需要靠法律专家、社会舆论、社会学家以及哲学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不知道您看了我的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欢迎您给我留言，说出您的想法。另外，也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